可以噻，拿到了。对，刚下来，把车送过来。可以，我给大家说一下。给大家看看。哎，给大家说一声哈，看一下这是什么？龙标啊，龙标我们拿到了。那么久了，大家辛苦那么久了，谢谢大家。动字你看动画吗？2024年拿出来看噻。2024年。哎，这么整一片可以吗？可以了。龙标啊！开心吗？开心，肯定开心。哎呦，这么多年是吧？终于要上了。哪吒一2019年6月21号晚上12点，在那个老的地方杀青，就晚上就剩5个人了。我们杀青的话，我们准备怎么我们分析一下？自己在那儿拍了一张照啊，杀青了。杜老师有啥感想？现在还是有那么多镜头没过呀。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妖怪，滚回家去！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只要认真做、努力做，就能够做出好作品。随着《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上映，查尔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有请导演掌声欢迎。好，接下来咱们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再来关注目前火爆大荧幕的国产续传带来了全新的活力。获奖的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电影能够早日上映，继续让人。可如此高的期待，也为《哪吒2》的制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做这个呢，真的像在打仗，哐一个大剧本下来，那么大体量怎么办？时长140多分钟，质量要求更高，角色的数量翻倍了。是哪吒1的角色全部重做了一遍，场景的数量做了更多的提升，145个的样子，概念图非常多，特效镜头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第一部所有镜头的数量。单帧渲染20个小时以上，平均一个镜头的渲染时间200个小时以上，难度上升了4、5倍，时间呢几乎相同。在这样一个档期去完成它，完全不够了。蒙完下来，马上就想怎么去执行它，我们会去寻求帮助的。找了很多业界比较知名的艺术家，替饺子捏把汗。这个东西根本做不完啊！突破了我对中国传统电影的认知。对动画师、动画水平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对于整个行业人员的个人能力提升是有帮助的。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过来试一试。从北京飞过来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从南京跑过来了。有点像参加奥运会，大佬都在一起交流。很久没有干就是电影干得这么开心了。要把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这一次的魔童闹海有着大体量的海水倒流效果。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怎么看都不真实，
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岭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其实就是有高度、阔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上面是海水楼，这里是那个定海神针嘛。这些地方就是那个龙宫遗址嘛，其实就是那个以前龙王他们居住的地方。这里是岩浆了，岩浆里面它其实是交叉着那种岩石，它那个岩石的结构像那种蜂窝状，然后岩浆下面所以说又有一个空腔，这下面就是炼狱。龙族在很早之前反抗过天界，四海龙王已经把海底妖族团结在一起，但这个战役呢，东海龙王其实看出来那是必败的结局。他为了保全龙族，他被天庭招安，换来的呢就是他成了镇守整个海底妖族的工具，整个龙族也被限定在了龙宫的这小小的生存范围里。他们真正的龙宫是在外面，一个非常繁华但是已经没落的废墟。通过陈塘关的一些建筑，加了一些蛇形花纹啊，属于龙宫遗址的一些特征。龙宫大殿里边有很多的元素，石头、柱子，还有一些铁链。再下面一层就是龙宫炼狱，那些妖兽居住的地方。下面全都是岩浆，像蜂窝煤一样，处处是洞。所有的海妖在这些孔洞里面去生存。每一个海妖身上都有锁链，连接到定海神针。杀出炼狱，荡清龙宫。妈哟！哎，商量不出来，要是赶紧来看看。我的铁链，跟导演沟通那个铁链要不要做，想看他能不能按照我们的方案，比如说若隐若现啊，或者什么，因为有些那种物理状态是后续制作非常难处理的，想跟导演争取一下，能不能调一下方案？现在太难了。整个城墙是这么长，城墙上面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虚空裂口，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组铁链。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有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这交互肯定不现实。乱中又有序，又有美感，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喂，阿仔，哎，我们团队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因为藤炼按照物理的方法，就是整个片子里面是行不通的。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所以说后来才硬着头皮去上。较短的时间来试一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首先需要把场景要制作完成，用一个工具把这些点连成一定的曲线。再用这些曲线去生成具体的铁链。如果是你都同样的这种粗细，就看起来非常呆板嘛。近景做了一些粗细变化，有的粗一些，有细一点，看起来疏密有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层次的前中后，分不同的景别去调粗细。这动态是导演一直要求比较高的，他希望这个锁链不是非常物理，像头发丝一样在空中有这种飘荡。其实还是要去摸那个天花板，导演想带来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震撼。那些龙王对整个海妖的控制，他最后又把他们释放掉，
归还他们自由。海妖的形象多变，离不开这个以怪著称的角色设计师。我特别喜欢画妖怪，做海妖的时候，饺子给了我这个机会，越有特点越好玩，这是饺子给我的一个要求。怕个猫啊！岩浆泡澡咱是家常便饭。里面有一个鲨鱼和一个章鱼的将领，谢谢啊。他们拟人化，还很搞笑。他们在海底被关了几百年、上千年这样的，对服装各方面都会破破烂烂。我在他服装和铠甲上融入了很多的曲线设计，甚至牙齿。西方的牙齿都是向下的，很尖锐的，但东方的很多这种雕塑、盔甲上的那种兽头啊什么的，他们用的牙齿都是这种向外弯曲的，属于很东方文化的一种东西。我从小养很多的动物，他已经14岁了。随着年龄增长，对一些另类宠物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说蛇、蜥蜴这种的。平时画画已经就是磨得我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待一会儿。很多人存在一种误解，就是蛇啊都有毒啊，都咬人的。他们只是害怕，如果人入侵了他们的领地，他们为了防御或者想逃跑又逃不掉了，他们才会去攻击。他们是在自保而已。就像电影中的每个妖，他们也只是想活下去。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2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易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的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的被命运牵引着走。小豹，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申小豹他心地是非常善良的，就跟哪吒一样。哪吒呢，他出身是魔，申小豹出身呢是豹子，但2个人呢都是心向光明。当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别人欺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拼命，他的行为更多取决于他的天性。但他这一拼命呢，就行动过激，导致对方也对他非杀不可，哪里逃？也导致他们悲惨的命运。之前我第2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第1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顶内跟顶外是完全2种不同的风格，外面看起来很庄重，仪式感很强，里面其实是那种很邪恶的这种感觉。首先就是它整个骷髅，它要有这种类似气泡在翻滚的这样的动力。第2个就是它面积特别大，做显示机器会很大。骷髅头的那个数量就是数不清的，那些脸就会一个一个的很狰狞的在那个火焰中滚动，就相当于里面已经不知道冤死了多少的冤魂野鬼。这些规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最后他才追根溯源，然后去打破它。诛我破顶！根深蒂固。这些鬼妖队像一团团金色的火焰，分布在这一个巨树的枝干上。但是有一点，这个是导演不想要的，就是他要的是像一棵真正的树的那种效果，很自然的一个效果，而不是像那个像火焰一燃烧起来的效果。给大家找了一些参考，大部分都是一些秋天的银杏树。成都叫榕城，银杏树这个是成都市树，资产组先把它的造型构架出来。然后动画跟着造型去还原。因为我们那个巨树的话，它其实是附着在一个3公里直径长的天云顶上，小到一个人放在上面，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5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
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个亿。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儿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横条既是动画又是特效，也是场景，它是需要有形式感的。这是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它现在太呆板了，得变化起来。人做出来肯定是有自己的控制的，但是大自然是不受控制的。纯用特效去做这个动态，它是不可控的，只能是动画把每一根横条的美感、构成、节奏都做好。做好了之后，特效做一些替换。我现在做的这个横条就是长在观众身上的那些横条，动态还不够激烈。比如说它这里有很多根嘛，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其中一根做操作，用同样的逻辑把所有的每一根线都变成这样子。横条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导演就不错了，我觉得可以，要不然就先交接。啊，就先交接。哦，过了。来几个耶，耶，高兴了。这个满眼羡慕的男子，就是陈明超。他总在屡战屡败的路上勇往直前。哦，还不行。确实，钢筋上还是有些遮挡。你对你自己做的这个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这2个没说哪个不好，真就是说。但他选择了一个。对。没关系，陈明超，你很牛逼的。怎么能说自己做的不好呢？就是要自信。导演他是一个把控全局的一个角色嘛，我们做的是一个一个的镜头，但是我们在做镜头的时候，可能也会像导演那样去思考，说我在做这个镜头的时候，要考虑到上一个镜头和下一个镜头怎么衔接。可能会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个东西你要想做的话，就一直能做下去。会改到一个接近100%的完美，但是又没有100%的完美，不停的趋近于完美就完了。选上面这个。这个。可以。比稿都是选我的，从小就很喜欢自己研究，以前也参与过一些电影项目。到可可豆来才算是心里面有个概念了，一部真正的3维大制作的电影，工作体量是有多么的大。这个东西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只有它上映的那一天。我感觉做分镜还是挺有意思的。对，我太喜欢做分镜了。对，把那个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就是给它设计出来，还是挺有成就感。动作太傻了，但是它必须得方向是统一的。饺子要一个流动起来非常的有韵律的那种造型，比如说海洋的那些鱼、鸟群、烟。玉石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像仿佛就是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让这些鱼群在玉石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4象，用这种星云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欠你的都还清了。走进哪吒内心，你才能 get 到亲情和友情对他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他没有直接去报仇，反而是先去履行他承诺，先把敖丙复活。至少他的内心就不欠敖丙什么。有些剧情发展到那一步，哪吒就有了魂儿了，他也不受我的控制。哪吒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接触到和感悟到更多的事，渐渐的他也会自我的完善、自我的立体。
其实哪吒和敖丙，我觉得都是单纯的孩子。小泽，我觉得就是哪吒跟敖丙的合体，他就是把他想要的角色拆成了哪吒跟敖丙这两个角色。俗话说，不懂分镜的动画师不是好的动作指导。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全能的人，他在工作的时候，常用一种多门语言进行沟通。哪吒2本来就是动作片嘛，第2部一半以上都是在打架，空战、水里面、海里面的战斗，怎么样去发力，很复杂。5分钟的打戏花了6个月。导演给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标新立异，要做武戏就一定要做到极致。每个角色它的属性不同，哪吒是火，敖丙是冰，仙翁是木，申公豹、申正道他们是电，让人物饱满起来，各有各的打法。那哪吒是回脚七、花式战舞的打法，敖丙的话就是太极永生的这种。敖顺和敖丙在那个天元顶上打斗的那场，不管是镜头的调度还是招式的设计都很难。每个动作怎么样衔接起来很好看，让动作看起来漂亮的同时，又不能太脱离真人的那种运动规律。我们就打的呢需要动脑子，不能只是走个过场。那段其实是找参考都找不了，只有靠硬想。你不用管它加不加得住，反正。这个戏它有个前提，就是2个人的手被束缚住了，然后只能用脚去攻击。刷多2下飞过来，刷躲开，刷躲开，不。沟通的时候演一遍，效率很高的。来这种设计，大家觉得挺成功的。设计动作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其实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都是这些东西，包括你洗澡、吃饭，在路上通勤的时候，脑子里都是想这些东西，好像脑子被掏空了。我们现在还是想传统的短打武术的，2个人就是贴身肉搏的那种。侄儿，二叔陪你玩玩。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数老二和数老大，老二觉得自己比老大强，在怂中和勇气中在徘徊那种感觉。你说，不是大哥。注意力更多的看哪吒那边，看前面。这话不客气了。我老大就是怂，但又装的我好像很厉害。戏精，然后一手剑，一手摔戏精。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第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还有表情不太对，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我们在做的时候，把太乙当作是一个下属，对他的上级有点恭维，或者是有点谄媚的职场老油条那种感觉。太乙遇到哪吒的时候，可能太乙就会端着点。太乙有点像咱们平常的一个打工族，他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带个徒弟，每天咱们都在重复同样的生活，只不过太乙跟大家不同的就是，他每天都在笑。他看到吃的，他看到酒，他也在笑。这个就是忙中取乐吧，这是我在太乙身上学到的一个心态。你瞧瞧你从头到脚哪有做师傅的样？站着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这么大个人了一点都不让人生气。配音就是表演，我们跟演戏一模一样，就像演员拍电影给我们一个剧本，我们把它变成活人。喂，你们两个，一场是他
这就是从0到1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我说不要你滚！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无子小儿，仙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这个人被这些下面的各种比你矮的小仙、小鬼、小妖挑衅，到真诚的维护仙界。给我上光这帮畜生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前方无路，就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结果。哪吒2现在那个世界观是大了很多，主旋律用了8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背后他的所属的那个音乐是一个邪的那个概念，它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整个戏的配乐的民族特色挺强的。宝莲盛开这场戏的话，用中国自己的少数民族最原生态的那种声音，一定是非常合适的。那这次我选择了侗族，特意跑到了贵州那边去请到这个合唱团，然后来进行了多声部的演唱和录制。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阳刚硬朗，什么一起帅气，还得可爱乖巧。到底咋个给你们同意刚从西安过来。你给他准备了点儿。我给他拿着那个凉皮，还有那个肉夹馍去。他昨天还说你这过不来了，怎么今天又突然又过来了？他出万难嘛，异地恋还是挺不容易的。寄给超情送东西啊？对呀，对，对呀，我给他拿的东西。走，我们上去吧。可以可以，必须能进啊！来，谢谢。走。谢谢。不客气。Hello。其实有点尴尬呢。刚结婚嘛，我就过来了。我爱人嘛，有时周末也过来嘛。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还是觉得亏欠的还比较多吧。很支持他的工作啊，我也能理解动画人是非常辛苦的。谢谢他对我的理解吧。
几只？5只吗？对，一头两妈妈是大的。旺财、来福、黑牛，还有5一，还有6一，名字都是大家奇思妙想去取出来的。狗狗在团队当中提供的是情绪价值的作用，可以治愈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我是张小红，在可可豆主要做后勤服务工作，这是我加入的第4年。之前我做的是房地产工作，因为我在产线上面没有贡献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就把服务上升成一种艺术。这现在是在给大家准备晚餐吗？是准备我们每个周星期4的福利。这个周给大家准备的是凉面和百合绿豆汤。周4的话是我们的福利日，如果每天都是吃，那可能不行，那我得换着法儿的吃，更有趣儿的吃。叮咚，叮咚，伙伴们辛苦了，我们1楼的活动即将开始，你们快下来吧。每人5个圈儿哈，每人5个圈儿。想一些小游戏、小活动，让这个本来很普通的一个下午茶能够有一些小升级。我们动画公司就需要一些创作灵感，灵感的来源需要多方面，生活就是一大方面。哎呀，我就想和我团队伙伴从生活这个方面提供到我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帮助。饺子导演他能从我们的4楼跑到1楼，那么长的楼梯2步就能爬上去。他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身体好，他说他不能倒下，他倒下的反馈就会堆起来很多很多。只要没趴下就都来。如果长时间都是处于一种完全紧绷的状态，那不健康，也不利于创作。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健康一些。午休的这件事情在我们公司是个惯例吧，中午到点儿关灯睡觉，大家都觉得就是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休息，然后以最充沛的这种精力来去面对下午的工作。饺子准备反馈了吗？可以了。激励，小启，你交了吗？哎，杨静，对，放过这儿。给我个时间。周末吧。时间、成本和效果的对立，可不可以不赶那种？制片是想快点完成东西，就太没美感。导演是我想好好的完成东西。现在和概念设计也差得太远。就说年纪要观察，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我们是为观众服务，不是为导演服务。前几天还是不错的，今天特别糟，从来没有那么低的通过率过。今天的这个提交率确实是最低的一次，差不多有2成吧。是这样的，就是导演的意见也很明确了，那么结合下来就那么几个点，那么根据这个点，如果他能在这个阶段优化是最好的，对吧？这个如此在乎导演的人，就是杨博，饺子的迷弟。来这边其实就是冲着导演来的。你有没有觉得导演很帅？身为铁汉的他，柔情只给了饺子。为什么后面会加你10度？需要，对吧？是啥意思？他特效用错了吗？渲染的有问题。它重点要强调的是它的一个造型立体感，因为很多小效果我觉得没必要，但是这种涉及到大效果的，改了自主推张桌子，我觉得就必须拿出来去往特效的版本去靠。我们改了无数遍，导演一直在要这个效果，然后我们最后做出来了，然后最后到合成那一合没了。
我们这个项目体量本身也比较大，环节和环节之间的配合确实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点之一吧。我们设立的对象有些东西确实有，但是明显有误会啊。最后这个环节它一定是要适度的去削弱的，但是在有些镜头中，它一定要去强化那个特效。最后整个成片都出来了，导演认为这个跟他想的不一样。如果按照这个来的话，对单进单做了。传统的我们的流程是做场景的做场景，做道具的做道具，他们是平行的。但在哪吒2里面，如果产生了问题，你不告诉我现在如果就是他可能会在这几个环节当中来回切换。我想怎么这击鼓销的都算是一个经典桥段，然后也尝试着在哪吒2当中给还原出来，能做到艺术化去处理，让它尽量赋予新时代的一些时代精神。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碎片，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碎片还会闪闪发光。你骨肉会被撕裂的。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那个裂口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我们就比较天真吧，那我们认为交给特效，他们正常去做就行了。到了特效那边之后，提了很多板，受到于软件的局限，很难推动了。就你想尽一切办法，这个效果也做不出来。他可能只是把它撕碎了，大的感觉符合力学，很难达到导演要求的那种美感。2、3个月了嘛，然后这个哪吒撕裂的效果始终是不满意。今天把各个部门同事叫到一块儿，看看怎么分工，大家协作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再耗下去这一批镜头基本上都全部完蛋。需要美术、动画、特效、材质通力配合。那你的皮肤你太多，把那个手机拿出来手机。就这种感觉吗？对，你还是要交叉的呢。到时候就会有种撕心裂肺的疼。怎么别动别动别动。从头开始再来一遍。多部门嘛，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制作方案。它哪吒被撕裂了，它里面是钢水或者岩浆那种流体的效果。我们又在钢水和肉块的基础上面又开始给它们增加一层烟雾脱尾。600块碎肉，每一个都是单独去做切割。切完之后，我们再用动画的形式把它按照镜头的节奏一块一块给它拼合上去。每一个都要沿着轨道来调整。这个汇聚我们最终采用的方案，动画、人手 K 再加特效的辅助。到了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是要从上下镜头连镜基础上，加上我们一些新的元素，然后做一些尝试。哪个环节需要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去给到他们一个解决办法。也偷不了懒，大家就是照着那个图，刻一刻的、一颗颗的把那些全部做出来。2024年12月，不知不觉，哪吒2的制作进入尾声，来到成都驻场的老师渐渐离开。今天是我在可可豆工作的最后一天了，驻场2年了。2年前来的时候也是冬天，现在一样。今天还有2个镜头，站好最后一班岗，等待导演的审判，准备发送导演是吧？对。这个神圣的发送键交给你了啊！3、2、1。等导演反馈了。通过了，
好，完美收官，石老板杀青杀青。感觉跟做梦一样。一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这任务太艰巨了，但是也就这样扛下来了。2年也把这个项目做完了。所得归于欢喜。走了，拜拜，这下真走了啊。这是可可豆资历最老的特效师，老大。10年如一日，他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10多年了吧，最少。在做还是巧克力的时候就在这儿了。以前参与过连续剧啊，做的比较常规的广告里面的水啊那些模型啊那些都做。电影的话就是哪吒1做了以后才做的电影项目。哪吒2是。前面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标准、这个程度的。我们做这一行就除了热爱在这顶着了。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潜心研究技术、实力非常强的人。特效、灯光渲染、后期合成全都会。影片里面很多特效都需要邓老师那边去研发。整个洪流其实是哪吒2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效果。它要那种浪打浪，2个浪撞在一起那种散开的感觉，然后散开以后会有人类的那种行为会聚在一起，然后再次向地方进攻嘛这种。正常其实做海浪，那我们就自然结算就好了。但是我们这个浪它是由角色来形成的，一群海妖，一群捕妖队，要表现出浪花的那种流体动态，还有加一些智能效果，比如撞完之后他们还得2次集结，再继续对撞。有几个连续的镜头，计算量非常大，一般的电脑内存不够就不行。当时就分配了6台电脑给我一起来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成功，你只有做的过程中才会知道这个能不能往下走。看一下我们做的测试。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和金色的，实际上是2个阵营，他们在空中互相碰撞、互相冲击。神妖这种大战，大家都是可以飞行的部队，更像是那些飞行的鸟群，打起来的那种状况更接近于两边都是立体的洪流，而且没有方向性，在整个空间当中都是自由的穿梭。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它撞击的时候，这个流体的喷涌感可以再加强一些。他在之后的戏份里面，他是每个镜头里面都能看到他，而且在每一个镜头里面又有构成。难点不光是计算量，主要是要好看。按照导演的设想，有层次、有节奏的展示在观众面前是非常难的。我就先专心做好2股的碰撞，在2个维度进行调整。一个呢，把它变成品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 S 型和螺旋形的交织，在同一个光影下面，让2个队形区分太明显的话，就会特别假。随着你制作的进程往下，还要从粒子替换成角色，每个角色大小各方面都不一，站的方向、它的动画，还有摇旗呐喊，还有拿小刀往前冲的。现在你能看到，这是一个个的，这都是角色，一个角色4个像素根。对撞之后，一开始只有人飞溅出去嘛，导演看了效果比较干，想增加一些对撞的打击感，所以说加了一些飙血的效果和脱尾效果。群集洪流跟导演10多年前吧做那个打个大西瓜，算是异曲同工吧。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和设备，导演一个人磕了3年多，可能不是他最终想要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到了哪吒2，导演把这个效果进行重现，经过这么多人一起努力，实现了最终千军万马。持续的时间非常的久，中途一直看不到希望，反复的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不要让自己遗憾嘛，不放弃，死磕都要把它做完，要读上动画人的魂。我觉得快成了，现在都看到希望了，以前还绝望了。有这样的电影可以培养一些人，对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提高了动画的制作门槛，对于所有参与的人员都有更强的一个信心，能够对创作保持热情。更多的人能回到这个行业。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
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我想试试。